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发布会。小米呢，进入新10年后，经过3到4年的积累、学习和成长，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跨越时刻。前不久，我们发布了自己的全新的战略——人车家全生态，进一步的明确了汽车呢就是小米战略中呢最重要的一环。今天是小米汽车的第1次正式亮相，也是我们的第1次发布会。我呢想认真的和大家聊聊小米汽车。从正式官宣到今天呢，1003天，不少人呢都特别关心我们的进展。我有不少朋友跟我说呢，是不是太慢了一点？其实呢，今天的汽车工业呢非常的成熟。如果你要是传一辆车，300-400个人，10来亿，找一辆对标车，立项工程，其实很容易就搞定了。但是，要想造一辆好车的话，还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在没有做车之前，就觉得做车呢挺不容易的。干了3年以后，更觉得造车呢特别的艰辛。前不久呢，我见到了何小鹏，我跟他说，我造车以后重新再看魏小李，我觉得你们仨真的挺不容易的，挺了不起的。我说我要用非常正式的方式向你们几位致敬。所以呢，昨天呢，我就发了条微博，还包了几个广告牌。但我也没有想到在行业里面引起了轩然大波啊！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向1汽、2汽、长安致敬？为什么不向上汽、广汽、北汽致敬？还有，你为什么不向长安、长城、吉利、奇瑞致敬？”其实大家真的误解了，我对整个汽车行业一直心怀敬畏之心。当我决定做车之后，我第一时间就逐家登门拜访，当面表达了我的敬意。我相信此时此刻，可能各家车厂都有人在看发布会，真的可以核实一下。在拜访的过程之中，我也向每位行业前辈请教，在智能电动车的时代，什么样的车才算一辆好车呢？每个人呢都给了我非常不同的答案。汽车工业呢已经发展了100多年，其实车的机械素质都做到了极高的水平。保时捷呢就是最好的标杆，所以各位也能看到呢，全球车厂啊都在对标保时捷，是因为保时捷做的是真的非常好。新世纪以来呢，特斯拉开创了移动智能终端的先河。那么未来，新能源汽车应该是先进的智能移动空间。所以，小米汽车的目标是什么呢？造一辆能媲美保时捷、媲美特斯拉的 Dream Car， 打造好看、好用、舒适、安全的移动智能空间。其实这就是我们小米汽车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其实实现起来挺不容易的。100年赛道无捷径。我从第1天就知道，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从底层核心技术做起，10倍投入，认真的
造一辆好车，并且还要有耐性。我们要通过15年到20年的努力，成为全球前5的车厂，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全面崛起而奋斗。因为只有这样的目标，才能让我们在漫漫征程中，永远保持一颗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决心。在智能电动车的时代啊，核心技术特别的多，技术赛道也特别多。我今天呢，选了5个领域啊，简单的跟大家汇报一下。但呢，汽车的技术讲起来都特别的复杂，而且也比较枯燥。反正待会儿呢，我努力讲的有趣一点。如果讲的无趣呢，就请大家鼓鼓掌，好不好？我相信，只要大家听完，一定会对小米造车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好，下面呢，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小米汽车技术发布会。第一项我们讲什么呢？讲电机。电动车呢，最核心的技术就是电机。电机呢，直接决定了车的性能。那么现在的电动车呢，主要是用的永磁同步电机。现在全行业呢都在卷转速，因为在相同的扭矩下，转速越高，性能就越强大，车呢就开得越快。所以呢，这是全球都在卷的技术方向，就是转速。那么 BBA 保时捷卷到了16000转，特斯拉呢，在它的100万车型里面，去年年底卷到了2万转。那么我们小米的目标是什么？小米的目标肯定是要超越特斯拉，是吧？所以我们从刚开始干的时候，我们就立项了小米超级电机的项目。我们立志呢做转速最快的电机。首先，我们招募了超过100人的专家团队。接着，我们又找了2家全球顶级的电机合作伙伴，就是联电和汇川，还使用了最先进的 AI 技术，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终于在去年年底搞定21000转。而且呢，我们一次还做了2个电机，一个叫 V6，一个叫 V6S， 一个呢是299匹，一个呢是374匹，大概相当于燃油发动机6缸和大6缸的水平。为了大家好记呢，我们命了一个名字，一个叫 V6，一个叫 V6S， 好记吧？那么这2个电机的性能都非常的出色，我们已经量产，并会在我们的首车中搭载。所以呢，我挺激动的啊！我们原计划呢8月份发布，8月份发布，我连 PPT 都准备好了，是吧？是可以媲美保时捷、媲美特斯拉了吧？这绝对是全球转速最快的电机。结果呢，我们推迟到今天以后，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被友商截胡了。友商呢，上个月呢发布了22000转。当时我挺郁闷的，我在想，我这发布会怎么开啊？我呢仔细研究了一下友商的电机，发现呢，他们除了转速啊，他们的扭矩呢比我们小很多。他们在最高功率、最大扭矩、功率密度等3个关键指标上都比我们弱不少，所以我还是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 V6和 V6S 依然是同档中最领先、最强大的电机之一。我呢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表达啊，在汽车的核心技术上，小米的态度非常坚决。不管花多少时间，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在我们关注的核心技术领域里面，一定要做到行业领先水平。所以，今天我要发布小米的第3款电机 V8S。友商在发布会上放言说，他们还有3000站没有解锁。今天我们直接解锁全球电机的巅峰表现。这个成绩刷新了全球电机转速的天花板，是全球最顶级的电机。可能很有人会问，说这个电机的转速的提升难点在哪里啊？其实这个动力电机啊，它转得非常快以后，离心力越来越大，转着转着呢，那个转子的强度扛不住，就碎裂了。所以要做高转速的话，最难的是怎么能够提高转子的强度。像特斯拉呢，是采用的方法呢，说，哎，这个转子不够强，我在外面裹一层碳纤维来强化一下。当时我们的团队在研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回到事情的本质？你说这个转子强度不够，我们应该研究怎么样把强度提高。所以，我们的材料团队呢，和全球领先的合作伙伴一起，创新了新一代的超高强度的硅钢，在确保磁通量的情况下，做到了也是一个世界领先水平，做到了960兆帕的新一代硅钢。这个强度呢，比现在全球最先进的水平提升了113%。就是在这么高强度的硅钢的情况下，我们才交付了27200转的转速。当然，有这么好的转子以后呢，马上第二个问题要解决，就是它转下来温度很高，整个转子的温度会高达180度。后来呢，我们的团队呢又设计了双向立体油冷的整个冷却系统。这个冷却系统呢，能够提升冷却效率呢50%，最高呢能把温度降低30度以上。而且呢，我们还重新设计了定转子，使槽满率呢到了77%，铁损降低了25%，电机的效率呢提升了0.3%。我们还自研了碳化硅的电控，转换效率呢高达99.85%。就是在这么多技术的加持下，我们的 V8S 一个大 V8 的发动机，能达到578匹的马力，最高功率呢到了425千瓦，扭矩呢到了635牛米，而且功率密度呢，而且它的转换效率呢到了98.11%，所以呢它的参数呢全面领先。这么先进的电机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叫功率密度。它的功率密度跟特斯拉和保时捷比，也是全面领先的。所以这么先进的电机，我特别自豪地跟大家说，它是完全由小米自研，并且小米自己生产的。我们预计这个电机呢，将在2025年上车啊，2025年上车。当然，我进入汽车领域3年以后呢，其实我发现啊，我们这个行业啊，或者贵圈啊，经常发布很多 PPT 技术。你以为这个技术已经很广泛使用了，
可能是3年5年后才使用的技术啊。我也特别害怕我们小米进来以后，大家又觉得我们在吹牛，所以我干了生平第一次干了件大事，请了一个权威的专家组，对我们的电机技术呢做了一下鉴定。我呢邀请了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组建了由11位电机行业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其中有2位国家工程院的院士。专家组在鉴定完以后一致认为，小米呢在车用电机最高转速、电驱系统的最高效率、功率密度等关键指标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我们申请了155项专利，已经获得了60项专利。当然，在这个领域我们也没有止步，我们的团队呢又往前走了一步，在推进技术预研。我们呢也研究了整个碳纤维长袄的方案。特斯拉呢采用的是湿式法我们呢采用了更先进的极光固化长袄工艺，它的良率更高，预警力更好。我们呢在实验室搞定了一个更夸张的数字，35000转，也申请了专利。当然，这项技术呢，距离量产呢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实验室的测试视频。所以我非常骄傲地跟大家说，在电机技术上，我觉得小米同时研发了3代，是吧？21000转已经上车，27200转计划后年上车，然后实验室已经干到了35000转。所以，我们这句话讲的有道理吧？小米将持续投入电机研发，力争成为全球电机行业的领导者。所以，我觉得在核心技术上，小米呢这次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好，我们谈第2个技术，电池。把电池做好呢，是做好纯电车的基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池呢，在电动车里面是核心部件，同时也是最贵的。这个电池包呢，大概占了我们的成本的40%甚至50%，它直接影响了续航，影响了动力，影响了空间，影响了整车安全。所以呢，对于电动的车来说的话，电池包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件。当然，今天呢，我们国内在电芯技术上已经非常非常领先。我这么讲不是小米要去做电芯，我们需要跟电芯最领先的公司合作。我们怎么能围绕电芯，把电池包和相关技术做到全球最好？所以小米自研了呢800伏的碳化硅的高压平台。最近呢，800伏呢特别火。这个很多号称800伏的车实际上是不到800伏的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大部分都是有700伏，甚至有个别的呢只有500-600伏。当然，我也跟专家请教，大家说呢，超过500伏就可以号称800伏。我在想，我们干800伏还得认认真真干我们干了多少呢？我们这个800伏是871。我看有的车厂管它叫900伏，或者准900伏。哎呀，我说我们小米做事还得老老实实做事，是吧？所以我们干了871伏，这也远超同档产品
我们的800伏高压电池包呢，是和全球最领先的宁德时代共同投资了上千名工程师，历时2年完成的。所以这个电池包呢也非常非常的强。而且呢，小米还自研了 C2B 的一体化电池技术。什么叫 C2B？ 这是个新概念就是把电池包做到车身的一部分，然后用它来替代整个车身的，比如说底板的一块。那么呢，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提升整车强度，能把地板给省了，同时有效地降低了汽车的竖向高度，把大量的空间呢留给了乘员舱。其实做电动车呢，各位想一想那个每一辆车下面有一个很大的电池包，空间是很有限的，尤其做轿车难度特别大。而 C2B 的技术呢，把电池包跟车身做到一起，或者换一句话来说，这个车身就是电池包。所以有了这项技术以后呢，能把大量的空间省出来给乘员舱。我们呢整个电池包呢也是业界最先进的电池技术厚度呢只有120毫米厚，体积效率呢达到了77.8%，具备非常强的可延展性。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电池包，它具备很强的延展性。假如采用现在的化学体系，就是不需要新的发明创造，这个电池包能装多少电呢？能装150度电，续航能到1200公里。后来我进去仔细研究了一下就是呢，虽然是现有的化学体系，但是呢，这样的电池包呢还是特别特别的贵。其实做完了大概也就是用来 demo 一下的。我说我们能不能真的帮大众做一块能真的跑1000公里、可以大规模销售的电池包呢？后来我们的团队研究完以后说，采用成熟的电池技术，由于我们的体积效率特别高，最大能装132度电，最少能够支撑1000公里以上的续航。所以在电池包技术里面呢，小米的延展性是非常之宽的。谈到这里，大家可能特别关心电池安全。好，谈到电池安全呢，那个小米呢采用了行业最严苛的电池安全标准。这个标准有多严苛呢？我们确保电池在55度满电的情况下，即使水冷系统不工作，也无明火、无热蔓延。这是全球最严苛的热失效的标准。好，我们能做到这样是因为什么原因呢？首先，我们有17层的高压绝缘防护，带来了顶级的散热和隔热的能力。我们的整个电池包呢，有双大面水冷，它的水冷面积达到了7.8个平方米，这是同级最高的，也是行业平均水平的4倍。这是整个行业里面最高的主动冷却技术而且我们的电芯的两边的话呢，还放了165片气凝胶隔热材料。这种隔热材料呢是用来做宇航服的。这种隔热材料可抗1000度以上的高温。当然，它的问题呢就是造价呢非常昂贵。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电池包里面呢，电芯左右呢放了165片气凝胶。有了这些以后呢，可能大家还担心说，有时候电池包是好好的，但是不小心蹭底或者碰撞，把电池包弄坏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3层顶部支撑、3层侧碰支撑、8层底部防护。一共是14层的硬核防护，哪怕面对一系列的叠加的各种破坏测试的话，也能完成最严苛的 IP6K、9K 的密闭测试。所以呢，这个质量特别好，完全不怕底碰。
同时，我们车运协同的安全预警系统呢，每秒能检测电芯呢800多个信号。我们检测的频率呢是行业平均标准的10倍，数据量呢是国家标准的2倍，24小时值守。而且我们的电池管理软件呢，也通过了最高等级的功能安全。在紧急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在4毫秒内切断电流，来确保成员舱的安全。所以，我们的电池包在经历了包括碰撞、挤压、火烧、水泡、过充等所有在内的1000多项的安全测试以后，依然质量非常的出色。我们测试的项目数是国家标准的20倍，我们的可靠耐久度的测试时长是国标的96倍。我们不惜代价，想尽千方百计来排除所有的安全隐患。好，我们做了这么多以后呢，我们还在想，我们怎么可以把电池包做得更安全？我们还带来了一个新的技术，叫电芯倒置技术。我们的电芯呢是倒着放的，为什么倒着放呢？因为热失控的时候，这个电芯中间有一个泄压阀，就是当电芯失控的时候呢，它的能量就从那个口喷出来的。好，我们倒放的时候就意味着说，哪怕某个电芯失控，它也是往下面喷，所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成员舱的安全。当然，这项技术也特别复杂。我们和宁德时代呢，也是花了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困难啊，才今天正式首发。小米呢非常重视电池的研发，我们这一次呢还自建了电池包的工厂，这个从源头来保证电池的性能和品质。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申请了132项专利，已授权了65项，所以呢，我们在电池相关技术的研发的投入呢也特别高。现在呢正值冬天，低温续航是电动车最大的痛点，也是老百姓最大的槽点。小米呢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车厂，我们定了一个小目标，我们要成为冬季电车续航之王。好，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啊，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电动车的核心技术呢，看电池；电池的性能发挥呢，主要看热管理。谁能把热管理做好，谁才能真正的在冬季续航里面水平才能高。那么热管理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呢？热管理还挺复杂的啊。热管理你就可以简单理解成空调，还挺复杂的。好，首先在汽车里面呢，现在大家主要的是用的热泵技术。这个热泵技术的原理还是蛮神奇的，它就是从大自然中吸取热量，给你搬运到成员舱。它不是通过加热的方法，它是从大自然里面搬运热量到成员舱。这个概念有一点点费解啊。那它是怎么搬运的呢？比如说零下10度的温度，它就使用了比零下10度更低的冷媒，从自然界里吸取能量，然后再经过压缩剂升温，然后呢，再把这热量呢就传递给了座舱。大家听懂了吗？就是外面是零下10度，它只要使用零下15度、20度的冷媒，就能把温度给吸过来。这个原理其实很简单啊，可能一般人可能会很难理解啊。好，像这样的热泵技术呢，在电动车里面啊已经初步普及了。但是怎么样能做出更高的效率，这是各个车厂在卷的方向。那么小米的热泵空调，我们是一个高效的双模的热泵，我们有2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叫专热专供，直供成员舱。第二种模式叫一热多用，既供成员舱，也供给电池包，也供给其他需要升温的地方。
这里面呢，我就简单的科普一下啊，因为电池包可能要在20度室温的时候，它的性能是最好的。所以你当零下15度的时候，你现在就一定要想办法把电池包的温度提高到20度左右，才能正常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的高效双模的热泵就能给电池包加热。而且呢，我们这个还有个特别强的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零下15度，你也不用开加热器，就能从大自然里搬运热量。零下15度，哪怕零下20度，一样能从冷空气里面吸取热量。因为同行目前做的最高的水平，只能在零下10度左右工作，我们能干到零下20度，所以我们的热转换效率呢就会高很多啊。这段时间呢，我们正在黑河东侧啊，现在黑河大概在零下30度，黑河最冷的时候大概要到零下40度，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经过严格测试以后呢，我们整个冬季续航的表现都非常不错。还有呢，我们还有3热源逐级加热技术。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除了热泵空调以外，我们还串联了加热器，串联了电区产生的余热，把这些热量全部加起来，帮你快速加热成员舱跟电池包。所以我们这套热管理挺神奇的，能把电区产生的余热也给你运过来加热电池包。好，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大的电池包加热的功率能干到多少呢？18千瓦，是吧？是同行的2倍的功率。所以在低温情况下，各位能想象一下，是吧？我的空调加热是不是很快？我的电池续航是不是很好？所以这个热处理的热管理的技术呢，是特别重要的。有了如此多先进技术的加持，我们在低温情况下，续航保持力同级最高，空调升温速度同级最快，充电速度同级最快。所以我有信心，我们小米汽车上市以后啊，那个冬季续航肯定是杠杠的啊。所以我们从小米汽车开始之初，哎，这就是我们立下的目标，这个 flag 啊，大家可以拍下来啊，明天看看我们能不能成为电动车冬季续航之王。我呢，在电池这个方面呢，就简单的跟大家讲了4点。第一点呢，就是871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 ，C to B 一体化电池技术，还有呢电芯倒置的技术。再者呢，按最严苛的电池安全标准来设计的。再者呢，强大的热管理能力，冬季续航无忧。好，我讲了2项硬核技术以后，我再给大家讲一讲第3项大压铸。大压铸呢，最近也比较火啊。那个特斯拉呢，开启了大压铸的时代，在2020年率先在特斯拉上海工厂安装了6000吨的大压铸，首次将70多个零件一压整合成一个零件。这一套东西呢，是特斯拉首创，带动了全行业啊。我们研究完以后呢，我们觉得这既然是行业趋势，我们就下决心自己建厂自己干。当然，我们设计的压铸件呢，比特斯拉还要大17%。我们计算了一下，我们压铸机的锁模力啊，最少要8000吨以上。最后呢，我们想来想去啊，我们干了9100吨。那么9100吨呢，比特斯拉上海的工厂的6000吨大不少，比特斯拉在美国工厂刚刚落成的9000吨呢还大那么一丢丢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同事可能抖了点小机灵啊。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干9100吨。我也是在新闻上看到特斯拉在美国刚刚落成的9000吨啊。我说我们的同事还是有点先见之明。好，这个东西是怎么干出来的呢？
其实它比想象的困难要大。这个我们研究完以后发现，它投资大，难度也特别高。说实话啊，这个大压铸的做出来的压铸件，虽然特斯拉讲呢成本得以大幅的优化，但我们怎么分析，它都比传统的方案贵不少，贵不少。我们当时想呢，反正既然是行业趋势，小米作为后来者，我们就一定要在行业趋势上绝对不能够押错宝，一定要全力以赴在行业趋势里面，是吧？那个走到前面。所以呢，在大压铸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为了万无一失，我们的同事们呢就开始做方案。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同时定制了3套，就是第1套坏了呢，还有第2套；第2套坏了还有第3套。他们要确保把这个事情做成。当这个方案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一看就急了啊！虽然说我们小米不差钱，但地主家也不能这么整啊！我说你们是不是整2套就够了？后来呢，他们也挺听劝的啊，他们就整了2套，就是我们大压铸 A 和大压铸 B， 说 A 坏了还有 B，B 坏了有 A 啊。我说好，你们确保万无一失。当这个方案定好以后呢，我们有不少车厂来的技术专家啊，他们就说，万一你这玩意搞不定怎么办？你这个大压铸搞不定的话，我车都出不来了。反正呢，我呢作为汽车行业的新人，我也没招啊。后来我说，要不这样，我们再干个传统冲压方式，同时干，是吧？反正我们10倍投入，我们就真的又同时干了一套传统的冲压方案。就这个厚地板呢，我们是3套方案一起干的。真的呢，我们也非常幸运啊。我们的团队呢也非常给力啊，我们就终于搞定了这套大压铸。你看，这是 A， 这是 B 啊。这个等合适的时候呢，我也会想邀请大家到我们的工厂去看一看。这绝对是一个工业巨兽。整个压铸岛呢重多少呢？1050吨。多大的占地面积呢？840平方米。是2个篮球场大小啊，然后他们按我做了个模特，你看我就在那里那么小。而且呢，这个东西有多大呢？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半幅模具就有这么大。各位，我的身高是1.81米啊，它相当于2个我的高度啊。这个重呢86吨，很恐怖的。所以呢，你在这个大压铸这些压铸岛面前啊，你真的感受到现代工业的强大啊。我们定制了压铸机之后，我们还自研了整个压铸岛的全套流水线，一共60个设备，精密控制了433个工艺参数啊。这套东西呢都特别的复杂，而且呢，因为我们的压铸件又比较大，我们压铸件的技术指标要求特别高。我们研究完供应商的方案以后，最后发现这个材料呢，我们只能自研。我们的材料团队呢，和国家材料重点实验室一起研发了多元材料 AI 仿真系统。我们在配方里面添加了稀土、锆等微量元素，在1016万种配方空间里面，我们筛选了2种，开始做大规模实验。我们一共实验了1550次。就形成了这样的，这叫大压铸粉厂，就是绘料啊，大压铸粉厂。最后的话呢，我们研制成功了优秀的合金材料——小米泰坦合金。这种合金的话呢，在压铸性能、力学性能、耐久性能、可循环、经济性方面表现得特别好。在这里呢，我特别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呢，就说呢，因为我们小米集团承诺了碳中和目标以后，我们在各个环节开始研究环保。其实我们这个材料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求30%使用循环铝。什么叫30%使用循环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材料里面啊，要有30%是第2次利用或第3次利用的铝合金。我举个例子啊，刚才我们打废的这些废料，你可以直接跟那炉子，你就可以直接再生产了。
所以我们提了一个标准30%的循环率，而我们这个材料都特别支持。所以，小米呢成为了国内唯一一家拥有可量产的自研大压铸材料的车厂。好，我们拥有这么强大的大压铸的制造能力呢，我们做了72合一的这种厚地板，我们的厚地板全是大压铸做的，它的性能呢非常的优异，焊点减少了840处，重量减低了17%。使用了这样的厚地板以后，车内噪音降低了2个分贝，而且耐久实验我们做了200万公里，它的性能特别的出色啊。当我为我们的大压铸技术自豪的时候，一搜网上全部是吐槽啊，说这个大压铸好是好，不经撞，一撞呢半辆车没了。所以呢，我跟我们的团队们商量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做了些改进，做了3段式，专门加了一个中高速的溃缩区，就说你要是低速碰撞的时候，先把溃缩区撞坏，省得一撞的把大压铸撞坏了。这个设计可以吧？好。这就是呢，我们小米在过去的1000天干的超级大压铸，有视频有真相，我跟大家放一段视频。小米超级大压铸，汽车工业的新可能从此开始。拥有9100吨索姆力的小米超级压铸机，重达718吨，以工业巨兽重塑汽车制造。围绕工业巨兽的是小米全站自研一体化压铸机群，占地840平方米，贯穿制造全链路，化繁为简。72个零件合二为一，打造一体化厚地板，抵达制造新高点。驱动工业巨兽的灵魂，从底层材料创新而来。自研合金材料，小米派坦合金，通过小米自研 AI 算法。从1016万种配方中遴选出兼顾强度、韧性和稳定性的最优合金配方，毫秒之间驱动一切可能。制造和材料的双突破，让新的标准造就一体化的工业奇迹。这就是小米超级大压铸 Hypercasting。我又第2次做了一次鉴定啊，邀请了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创新中心组成的专家组。这个专家组的评价是，项目的总体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超长流长。结构、材料、工艺、性能的研究方法，材料性能的预测模型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所以，我们聊到大压铸的时候呢，我也想跟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呢，我们的索姆力达到了9100吨。第2点的话呢，我们自主研发了整个压铸岛的流水线技术。第3个的话呢，我们自研了小米泰坦合金。好，这是我为大家介绍的3个硬核技术啊。下面的话呢，介绍智能驾驶，这应该是小米作为一个科技公司的长项啊。智能驾驶的话呢，是小米重点投入的技术赛道。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呢，我跟大家简单汇报过。并且呢，我们也明确了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2024年进入行业第1阵营。大家知道呢，这个领域也特别卷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主要是3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投入非常坚决。
这个我们第一期的投入呢33亿，目前已经追加到47亿。我们的团队规模呢已经超过了1000人，我们的测试车辆呢超过了200辆，我们测试的里程数呢超过了1000万公里。第二呢，智能驾驶呢，本质上呢就是 AI。小米呢在2016年就开始 all in AI， 累计投了超过100个亿。目前呢，各个 AI 团队加起来，工程师总数呢超过了3000人。第三点很关键，小米虽然起步晚，但是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很快。晚又晚的好处，我们起点高。我们在整个智能驾驶领域里面所使用的底层技术，全是最新一代的，像 BEV、Transformer、占用网络、大模型，全是最新的技术。所以呢，这一次呢，我想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的进展。那么，在整个智能驾驶领域里面啊，自驾领域里面，感知是所有能力的基础。只有把感知做好，才能有更好的、更安全的自驾体验。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介绍3项小米自研的先进的感知技术。第一样叫什么呢？叫变焦 BEV 的技术。BEV 是什么技术啊？ BEV 就是大家常说的鸟瞰图，是吧？你在那个驾驶屏幕里面看的那个鸟瞰图。但是呢，在实际驾驶过程中呢，场景特别复杂，对 BEV 技术的要求也特别高。比如说你在高速的时候呢，你希望看得远；在地库泊车的时候呢，你希望看得清楚。所以呢，要求特别高，你很难用一个 BEV 技术呢来适应不同的场景。我们这次小米呢，像人眼一样，可以变焦，是吧？想看得清的看得清，想看得远的看得远。举一个例子啊，在地库泊车的时候，我们将整个停车场切分成上百万个网格，每一个网格呢都只有5厘米，这样呢就可以精准的判断车位，甚至可以识别到那个地锁的开合模式。所以呢，这个是看得清楚的。好，当我们进入了城市路面的时候，我们的识别范围前后左右160米，当然我们的那个网格也调整成0.2米，来应对城市的这个复杂工况。比如说你到了十字路口，双向实车道可以完全无保护的左转。你要上了高速路以后呢，车速很快，我们把前方的识别范围提升到250米，这种超远的感知距离可以让你的车能够提前预判各种情况。所以呢，小米的这个变焦 BEV 技术呢，感知范围能够动态调节，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场景，都有合适的感知方案。所以呢，这一项技术呢，使 BEV 的技术得以大幅度的增强，这是第一项技术。第二项叫超分辨率的占用网络。好，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占用网络啊？就是传统的占用网络呢，它把整个障碍物和世界描述成一个一个方块，有点像哪个游戏叫《我的世界》那个游戏，就把它搞成一个一个方块。那么每个方块的精度呢，0.2米到0.3米，0.2米到0.3米。各位想一想啊，这么粗的精度，所以那些小东西会经常识别出错。好，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精度呢？其实受限于算力，就是因为我们车载的这个算力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经常把精度设成0.2米到0.3米啊。小米这次呢，加入了超分辨率的矢量算法，我们把可视的物体呢模拟成由连续曲面组成的立方体，就是我们加入了矢量算法，把它做了拟合。这样的话呢，它虽然同样是这样的精度，但是呢，它描述的准确性大幅度提升了。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啊，为了准确描述的话呢，我们把精度也降低到0.1米，再加这个算法，我们就可以准确判断异形障碍物。像哪些异形障碍物？比如说这个临时的这个红绿灯，我们一识别拟合成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准确的识别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它的难点是什么呢？是这个收费站的抬杆。好，
特斯拉的方案的精度是0.32米，你看，在它的系统里面，这个抬杆就显示成这样的，因为它有一定的斜度。在国内的水平里面是这样的，小米就可以真的跟你拟合成一条杆子了。所以有了这样的技术以后的话呢，我们就能轻松识别各种异形障碍物。所以大家可能在很多报道里面，经常有一些自动驾驶可能出错的时候，是因为它碰到它不认识的异形障碍物。那么这种技术的话呢，还有一个障碍，就是下雨天、下雪天。在下雨天的时候呢，注意一下雨，地面上全是雨的时候，它就给你把雨识别成障碍物了。这样的车要么就紧急刹停，要么就绕行。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算法里面加了什么呢？加了一键降噪，我们能够自动消除下雨下雪对占用网络的影响，然后有效地提高了整个识别的准确率。好，第3点，道路大模型。这个传统的算法呢，依赖高精地图。最近1年多前，大家都越来越认识到高精地图这条路可能走不通。为什么呢？一个城市做无人驾驶，高精地图成本还可以；你要每一个城市建高精地图，关键是经常修路，你那个地图得不停地迭代，这个成本高得不得了，几乎没有公司能扛得住这么高的成本。所以1年多前以后呢，大家都改呢叫无图方案。无图方案就是无高精地图的方案。那么小米的算法呢，不依赖高精地图，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够实时生成道路的拓扑结构。它的效果呢是可以媲美高精地图的。我们实时生成这个拓扑结构。而且呢，我们这个算法还能很神奇，还能像人一样实时判断路面的情况。比如说前面有修路，有个修路，它可以自动设定凹形的这个路线，准确生成行驶的引导线，能够顺利的绕行过去。所以这个大模型也给自动驾驶带来了非常多的好处啊。可能讲了这么多算法，大家听上去有点无趣，要不呢，我们看一下一键到底的测试视频，好不好？好，前段时间呢，我们有几段视频泄密，其实是因为我为了拍这个视频，结果各位了解吧，就是没有伪装，你要去拍户外视频是非常容易泄密的。所以后来我坚持说，我们一定要拍实车的，不要那个有伪装色的，所以把我们的同事也折腾惨了啊。好，我们第一段视频呢叫城市领航测试。城市领航呢，我们选了什么地方呢？当时说实话时间比较紧啊，我们就选了我们小米科技园的附近。刚下完雪，下午5点晚高峰。其实我们小米总部的附近呢，那个路况是特别复杂的。这个，当我看了一下测试视频，还是我很惊讶，那个场景特别多，需要礼让行人，避让加塞车辆，拥堵路口左转右转，还有绕行公交车、绕行外卖车、绕行施工路面，全程零接管。要不我们一起看一下。
厉害吧？我要求他们的目标呢是明年年底啊，开通100个城市的城市领航 NOA 啊，这个100个城市。所以呢，我们整个推的进度呢还是非常非常快的。我跟大家再演示第2个场景，也是很复杂的，叫代科泊车测试。如果待会看到你觉得很神奇的场景呢，也一起鼓个掌，好不好？好，这个场景呢是在哪拍的呢？就是在东莞，一个网红打卡地。那里有个很出名的咖啡厅，我没去过啊，在7层楼顶的露天咖啡厅。这时候我们的驾驶员提前下车，车自动开到7楼停车场来泊车。中间这些场景，比如说先过闸机、旋转式的弯道，更重要是中间还会会车，它会倒车让行，还有礼让行人，在楼顶极其狭窄的车位，你看它怎么掉头倒车的。最后呢，驾驶员还可以拿出手机智能召唤。要不我们一起看一下视频，特别神奇。所以特别厉害。好，第3个场景演示更难的，叫机械车位泊车。这一次，我们的团队找了最狭窄的机械车位，只有2.05米的宽度。大家知道 C 级车是2米宽啊，那个车位只有2.05米，反正老司机肯定停不进去。来，我们看看啊，小米的自驾系统表现怎么样？表现好，你们还得继续鼓掌啊！我觉得最神奇的是，他还会最后把那个后视镜收掉，因为边上太窄了，要他直接停上去，肯定给你把后视镜撞掉了。好，那么为什么这么神奇呢？它背后呢是端到端的感知觉车大模型，这是全球首个量产车支持这项技术的啊。好，它的原理是什么样呢？它的原理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原来的泊车算法，感知跟决策是分2步。它首先用我们的是吧激光雷达，用这个摄像头先把距离测准了，然后再给你算好路径，再倒进去。所以今天绝大部分的自动泊车都是这么做的，就是先算准。我不知道大家刚才记不记得我们讲过那个。讲过这个占用网络啊，讲过这些东西的时候，它的精度是多少呢？它的精度是0.1米，所以自动泊车需要比较大的车位才能停得进去。像这种机械车库两边经常只有0.05米的距离的时候，是很难停得进去的。那么，
采用大模型以后，感知决策2步并1步的算法，它是怎么做的呢？它其实是在模仿人的决策过程。它是先做一个初决策，先初对齐，然后通过端到端的大模型多次微调，每次调一点，每次调一点。虽然精度没有变啊，但是它每次调一点，这样呢把车准确的停进去了。所以呢，这是全行业第一次做到这么神奇的技术啊，就是2.05米的这么窄的机械车库都能停进去。大家听懂了吗？哎呀，我觉得我讲的还是有问题，我要不倒过来重新讲一遍？需要吗？我想不需要了，要不我回头写个长文再介绍一下啊。我们的那个测试工程师说，这个比老司机还厉害，说他测试了1通宵，没有1次失败的。所以这个大模型给自动驾驶也带来了非常多的创新啊。小米自驾呢还有很多很多技术，以后呢我们找机会再慢慢讲。当然，这样的自驾的算法，我觉得依托于强大的硬件平台啊。我们的算力配备了208个 TOPS 的算力，采用的 NVIDIA 的2颗Orin X 的高算力的芯片啊。而且我们的感知系统有1颗激光雷达、11颗高清摄像头、3颗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啊，是非常强大的感知系统。尤其是我们这个激光雷达，一体化的激光雷达啊，这个它安装在车顶，像瞭望塔一样。其实这个车顶是最好的位置，这个最远的能够探测200米，每秒生成150万个点云，128线程。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冗余的安全设计，包括像自研储物算法等等啊，来弥补摄像头的不足。所以有如此强大的感知系统，我们的整个自驾呢，其实能力也蛮强的。所以讲到这里啊，我对我们的团队还是很有信心。我相信呢，他们一定可以做到这个目标，2024年进入行业的第1梯队。当然，我更想说的是，再多给他们一点时间，一定要干到行业第1，好吗？所以我们这个行业现在卷得不得了啊。不过我们小米从小就是被卷大的，我们不怕啊。好，到了下面一个最卷的技术，叫什么？智能座舱。这应该是小米最强大的，也是米粉朋友们最期待的啊。来看看我们智能座舱有多强大啊！智能座舱呢，最重要的就是中控大屏。中控大屏，今天啊，车厂啊，中控大屏是百花齐放，形态各异啊。大家的创新好像都在那块中控屏上啊。我们坚定地选择了16.1英寸的大屏，3K 分辨度，超窄的4边框，好像没啥创新。但是本质上，各位，这是我们的专业啊。本质上，我们选择了什么呢？选择了一个高规格的超大平板上车。它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16:10的比例，它的信息显示和操作更方便，应用兼容度最好。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平板，大家知道兼容性有多痛苦吧？所以我们坚定地选择了超大平板上车，而且16.1英寸呢，是我们做的尽量大，同时又不影响车内的这个空间的大小啊。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设置了56英寸的超大抬头显示，56英寸啊，特别的大啊。这个它的亮度特别高，在刺眼的阳光下也能清晰的显示。还有，我们想来想去，我们还是加了一块仪表屏，而且这个仪表屏就更酷了啊！我们还有点小心机啊，我们是一个可旋转的仪表屏。当你的车辆启动的时候，仪表屏会自动翻转。这个仪式感满满啊，
所以我说我们小米做车还是要有一些豪华感啊。好，我们的座椅后背能够挂新版的小米平板，只要一挂上去，就变成了后排娱乐系统，也变成了车机的一部分，能够轻松控车。它就像原生的一样。好，这就是小米强大的5屏联动的座舱系统。而且，为了保证极致的流畅和体验，我们也搭载了今天最强大、最贵的座舱芯片骁龙8295啊。讲完硬件以后，其实大家更关心这个澎湃 OS 上车。小米澎湃 OS 经过13年的探索、7年的研发，投入了超过5000名工程师。最近历时2年，整个底层全部同构，我们用一整套系统横跨了所有设备。澎湃 OS 所拥有的5大技术特点，也全部在小米汽车上实现。随着小米汽车的发布，我们的人车家全生态战略也正式闭环。那么，澎湃 OS 在车机上的体验非常的强大，我今天只讲3点。第一点，和手机平板一样，不用学习也能轻松上手。整个体验对小米手机的用户来说，就看起来整个体验跟手机完全一样，这个完全不需要学习。好，我跟大家演示一下有多神奇啊！首先是一个3D 的数字化车模，非常的精致。这个车模的颜色配置与真车完全一致。然后第2点的话呢，还能跟外部的环境完全同步。无论是下雨、下雪、白天、夜晚，都是沉浸式的体验。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雨滴从玻璃流过的细节，还有从外饰到内饰穿梭式的一镜到底，都是这样旋转的。行车界面常用的 SR 地图、音乐都用卡片的方式来显示的。而且应用了小米最先进的多任务的柔性框架，可以左右切换卡片，自由的布局。而且随着添加的卡片越多，还可以直接多桌面。更酷的是啊，还可以调整卡片的大小，是吧？好。而且呢，也像手机一样一滑就可以拉出控制中心，对吧？好，你要是在副驾方面滑的话呢，它的功能会少一点，只能调座椅啊、温度之类的，是吧？不能调车了啊。所以这些小细节呢，都做得特别的细。这是第1点，就特别容易用。第2点是什么呢？第2点就是快。是吧？开机快、启动快、升级快，系统极其流畅。好，我们来看第1点是什么？极速启动1.49秒，一打开，就启动了。所以我相信啊，我们小米的智能座舱系统一定是所有车里面最流畅的。好。它的应用启动也特别快，也特别的跟手。应用启动也特别快，我就不比了啊。这是我们的专业，是吧？我们不要拿我们的专业跟别人比了。那更厉害的是什么呢？是智能 OTA。智能 OTA， 座舱系统全部升级3分钟，整车全部升级30分钟。这个是不是比同行要快很多？好，
第3点是手车互联。作为一个手机公司啊，拥有非常强大的手机跟车机互联的能力，基于澎湃 OS 打造的系统，有着领先的体验。好，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当你一上车，车机上就有一个图标，一点就呼出了你的手机桌面，你的手机直接跟车机就连到了一起，方便吧？好，手机上的导航打开以后一拉，直接全屏显示。手机里面看了一半的视频，一拉全屏看。手机上开了这个飞书，一拉全屏显示。所以特别方便，包括很多人喜欢在车上开手机视频会，你到手上一拉就是全屏开视频会。所以整个跨端互联里面还有非常多惊喜的体验，以后我们也慢慢讲啊。所以我说只讲3点。那么米粉们都知道，小米最强的是什么？是生态。我们的座舱系统呢，有强大的应用生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个大号的平板的原因，是因为强大的生态。首先，我们深度适配了主流的车载应用；第二个，小米平板生态无缝上车。小米平板呢有超过5000种应用啊，但我们的工程师呢决定呢逐一筛选，体验好的才让上我们的车啊。所以呢，大家会陆陆续续看到越来越多的小米平板应用在整个车机里面全线展开了，所以整个车机的系统就会越来越丰富。第3点更强。还可以把手机应用拼到车上，秒变车机的原生应用，看得懂吗？那我们看视频，比如说抖音，在手机上一拉，就拼到了桌面，就直接变成了车机的应用。还有比如说那个微博一拉，变成了车机应用。还有聊天软件，一拉也变成了车机的应用。好，在这里我要跟他说明啊，这个应用还是跑在你的手机上啊，而且你的手机再用别的应用也不干扰，它有一点点像云应用，所以这点呢做的特别的神奇。将来我们也把这个技术细节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所以，小米的智能座舱系统拥有强大的应用生态。我们适配了主流的车载应用，我们兼容了整个小米平板的应用，而且你的手机的应用也能变成车机的原生应用。所以，这样的软件应用和内容生态呢，就变得非常的强大。那么，我还想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还有极为庞大的硬件生态。那么哪一些呢？米家的设备同账号免密码，直接无感上车。你的智能设备只要同账号一拿到车里，自动连上了车载的 WiFi， 就全部可用了。而且我们还为车打造了专属的 Car IoT 的专属生态。那么有多少种呢？第一种。这个屏的4周都可拓展，带拼点、带磁吸的。这个中控大屏4周都有拼点，下面还带磁吸，可以做什么呢？有很多种设备可以直接吸上去，比如说，直接吸个键盘上去，对吧？只要你有无穷的创意，我们把这个接口开放，你就可以做各种各样有趣的装备，直接吸到这个中控屏上。还有，那个中控台下面的储物空间里面，我们也设计了标准接口。你也可以装各种设备。我们装了一个什么呢？智能香薰机。
只从3种相型。哎，这个可以，这个是一个标准接口，也可以装各种各样的设备。里面也有电源，也有磁吸，还有我们的座椅后背还有标准化接口，支持拓展平板，还支持拓展小桌板，衣架最大承受20公斤，也带电源，所以呢，它也全部都支持。而且呢，我们这个平板呢，磁吸上去以后，注意啊，它立刻唤起了什么呢？唤起了车载控制系统，这是它是原生在控车啊，这个它原生在控车，它支持4大模块30多种控车的模式，还有后排的用户呢，还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平板调整前排座椅的位置，享受尊享的老板位的感觉啊。当然，我说那个前排人不很烦你吗？他们说：“哎呀，这个后排为主吧。”好，所以这里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说，小米的 Car IoT 的这个生态将全面向第三方开放，也鼓励大家跟我们一起做各种各样有趣的应用。在小米汽车的正式发布会上，我们会给大家演示我们已经准备了几十种、上百种各种各样的创意。可能会让大家感受到无比丰富的生态啊！好，这里呢，我也跟大家演示一个我们和第三方合作以后能做什么啊？我们和第三方做了一个智能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这个小孩子没有系安全带，你的车机就会提示你。看到了吗？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你还可以调用后排屏的摄像头。看看你宝宝的状态，这样你一个人开车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就特别的方便。所以整个生态如果全部拉起来的话，会给这个先进的移动智能空间带来无限的想象力。这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小米汽车极度丰富的硬件生态。聊到这里呢，还有很多人啊不知道我们小米14特别好用啊，还在用苹果啊。考虑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们也想让苹果用户开小米汽车也有很好的体验。当然，我们首先劝他们买一部小米14啊，开小米汽车的话体验会更好啊。当然，你要是实在是吧，暂时还不愿意试我们小米14，用 iPhone 也不错啊。首先，我们支持无线的 CarPlay， 我们也支持 AirPlay， 我们还甚至支持 iPad 上车，也可以控车。所以讲到这里，大家相信了吧？先进的小米澎湃 OS 的加持下，我们第一次实现了人车家全生态完整闭环。这个先进的座舱系统，还有澎湃 OS， 还有强大的硬件生态，我们的目标就是打造先进的移动智能空间啊。好，聊到这里呢，我特别想说一下。这些技术其实都属于平台架构的一部分。我们为了把车做好，我们决定正向研发了整个平台架构。刚才讲的技术只是平台架构的一部分。那么，可能很多人很关心啊，这个平台架构的研发，它的投入大、周期长，而且对研发能力要求特别的高，只有少数车厂能干得了。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报道，像大众他们做 M1B 平台的时候，花了70亿美元。所以小米呢，从第一天做车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全部自研平台架构。的确，我们也探讨过买别人的架构，后来下决心全部自研。那么平台架构是什么呢？拿人来举例，它就像人的大脑、心脏、骨骼和神经系统。当这几个系统基本确定以后，其实就确定了车的尺寸、
性能、空间和体验，就基本就确定了。那么底盘技术也是平台的几大核心技术之一啊。这个汽车呢做了100多年啊，这个机械素质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我觉得呢，小米对这里怀抱了敬畏之心。我们为了确保质量，确保做到顶尖的水平啊，我们邀请了全球的一群顶级的合作伙伴啊，来跟我们一起打造，全部是大名鼎鼎的。他们在汽车行业都是天皇巨星啊，就有博斯、大陆、柴尔夫、奈斯特、拓普、布雷伯、蒂森克鲁伯、舍勒夫、本特勒、尼亚普科，这全是大名鼎鼎的。我们为了确保把这辆车做好，那么除了底盘以外呢，其实我在做这辆车的时候，我提了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整车一定要做到极致。怎么做到极致呢？至少做100项第一、唯一、最。就是这个功能是不是世界第一？这个功能是世界唯一？这个功能是不是世界最好？所以我们用这么大的决心，在每一个角度拼命卷，所以偶尔有伤截胡一下，对我都不是事儿啊！我非常激动地跟大家说，我提的目标大部分都完成了啊，还有一部分没完成，也希望我们的团队继续努力啊。所以呢，在过去的1天里面，我们的团队用实际行动执行了10倍投入，认认真真做一辆好车的研发理念啊。前面的技术的发布会的话呢，我们小米用科技成生态的独特的模式，为大家交上了一份这样的答卷啊，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啊？但我相信，大家听完以后，一定会对小米造车有了不同的认识，对我们认真的程度可能有了比较深的理解。聊到这里的话呢，因为我们小米汽车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正式发布，那么为什么还要再等几个月呢？我们还要做大量的测试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我们的车已经在小批量量产了啊，我们还需要最后几个月再做大量的验证测试啊。由于大家高度关心，最后我们决定呢，在今天的发布会里面呢，我们还是提前给大家介绍一部分车的内容，相当于一次预发布会，好不好？好，待会呢，大家先看一段视频，大家不要离开。视频看完以后，就开始小米汽车的首车的预发布会，好不好？待会见，待会见。人心里一瞬间有多少个念头？这个世界跟得上吗？你想有光，就有了光；想有风，就有了风。最好是春风，每一处都恰到好处。我们学习你的恰到好处。甚至在你意识到它之前，有时候太安静了，你想说句话就搞定一切；有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说。AI 正在生成会议纪要。是的，人一瞬间有多少个念头，我们都懂。车已停好，进入回家模式。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让万物更懂你的心思，让人更专心于眼前事、眼前人，让每一个心意都自由奔流。以人为中心，打造人车家全生态操作系统。全新小米澎湃 OS， 我心澎湃。我发现你的生活有迹可循。深夜回家，你会只打开常用的那盏灯；在家播音乐，你会连接小爱音箱；接电话时，你会调低电视音量。同一个空调，
你喜欢温度低一些，他喜欢高一点。通过感知周围环境和你操作设备的行为，我能理解和学习你的日常操作，把设备调整到你习惯的状态。下一次在家播放音乐时，自动为你连接音箱；接听电话时，为你调低音量；挂电话后，贴心恢复；傍晚回家，为你打开家里的灯；深夜回家，为你点亮夜灯，不会打扰熟睡的家人。每个人打开空调时，我会调到它最舒适的温度。借助你和设备的每一次交互，我会不断成长进化，越来越懂你。我就是 Hypermind， 懂你所想。好的，尾翼打开，悬架高度已调低。Taking a picture like Malibu. I'ma have you on tiptoes, watching my diamond afterglow. I know you wanna take me home. I'm on the way, on the way. 真正的智能会需要人的指挥吗？真正的智能世界里，每辆车都能听懂人的需求，灵活百变；每个人都能让心意自由奔流；每个家都能扩展出无限可能。系统主动协同，默契地回应你的心念。我们在为你创造这样一个世界，让小米汽车和超过6亿台智能设备随心意而动，构建人车家全生态。小米澎湃 OS。刚才呢，我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小米汽车一部分的核心技术。下面的话呢，我给大家发布我们小米的第一辆车，小米汽车的首款作品小米苏7。小米苏7呢，定位 C 级高性能生态科技轿车。那么大家很好奇，我们小米为什么做这么样一辆车呢？首先的话呢，我们选择做轿车啊，是因为轿车呢是汽车工业每个阶段的时代标杆。那些被历史所记住的大部分名车都是轿车，做轿车呢更有机会做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作。所以呢，我们坚定地选择了做轿车。而且，如果大家对于汽车工业比较了解，可能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做轿车比做 SUV 难。所以我们行业有一句话叫“低车容易，高车难”。低车就是做轿车，是比较难的。所以小米呢，在所有技术决策里面，我们都选了最难也是最远的道路啊。第二点的话呢，高性能是小米的基因。
小米骨子里就有对性能极致的追求。第3点的话呢，科技成生态，因为只有科技和生态，小米才能做出好看、好开、舒适、安全的移动智能空间。有人问我说：“那你们这辆车的用户是谁？你们为谁造的这辆车？”我想，他们应该是一群喜欢先进科技、有品位、热爱生活的人。其实，他们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英。那么，小米汽车的目标呢，就是科技跨越，人车合一，用最先进的科技和最丰富的生态，让每一个驾驶者都拥有人车合一的驾控感，也要让每一个坐在车里的人还能享受到最懂你的智能生活。下面，我想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小米SU7。好看吗？我们慢慢欣赏一下啊。先看侧面，非常优雅的轮廓线，是不让人第一眼就觉得怦然心动？这真的是我们小米SU7最漂亮的角度啊！从正面看，非常低趴的车姿，极具冲击力的前脸啊。整车特别具备动感。从正侧方看，这个流畅饱满的车身曲线，这个非常有张力的前轮包啊，非常的漂亮。这个从后车角看，这也是SU7很漂亮的角度啊。这个后轮包的线条呢很优雅，也极具力量感。那尾部的话呢，就是这个小翘尾，还有极具识别度的光环尾灯，特别有识别度啊。好，我们小米SU7的话呢，是一辆 C 级的高性能的生态科技轿车，它的大小呢，就是一个标准的 C 级车，5米车长，3米轴距，2米车宽，1.44米的车高。大概呢跟宝马5差不多。我也不明白啊，进了我们国内车圈以后，大家都叫7系。后来呢，我也跟大家改成7了啊。我要叫SU5，大家可能觉得不好，就改SU7啊。结果后来我发现有的同行 B 级车也叫7，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搞了。而且我们这个车圈呢，这个命名都很夸张啊，是没有标准版的说，一上来都是 Pro Max 啊。这个各种尊享版什么那个名字都挺夸张的啊，括号不算吐槽，刚致敬完了就不吐槽。好，所以各位理解了这个SU7，这个7就是表示跟宝马5差不多大。那么，怎么了？我没说错什么吧？那个 Model 3呢是 B 级的，所以呢，我们比 Model 3呢是要大1整圈的啊，大1圈。像这么好看的车，其实我们在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啊，说实话也是一波三折，外观呢被我推翻了3次啊，我把我们的设计团队也折腾得够呛。初期的时候呢，他们也特别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炸街的设计。我后来也理解啊，每个设计师都这么想的，都要做传世经典啊，做得不好就成了杀马特啊。所以他们也做了很多极具创新的设计。我刚开始也不懂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判断，但是我懂一条，拿去做用户调研。
我做了大量的用户面访以后，我发现，汽车在中国人眼里还是个大件，买完了他少说也开个7、8年，多了可能要开10几年。那么像这么一辆车，它对设计的要求不仅仅是好看，关键是要耐看。所以我跟我们的设计团队说，我们书漆好不好看，不是今天看，10年后甚至50年后，它还是不是一辆好看的车。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设计。我说，只有时间才知道哪个设计是不是真的好看。所以呢，我定出了这样的设计目标以后，我把我们的设计团队也折腾的真的晕头转向了啊！这里我还得说，我们小米汽车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然后我们组建了一支既年轻、能力又强又聪明的设计团队。好，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团队啊。首先介绍我们的首席设计师李田园。李田园可能是在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设计师了啊。他是宝马全球的首位中国设计师。他就是在看了我1003年前的场发布会，激动不已，主动请缨参加小米汽车的创业，然后举家从德国搬回来的啊。那么他做了些什么作品呢？最有名的作品呢是 iX， 就是电动 SUV 的旗舰，就是他牵头设计的。他定义了宝马 i 系列的设计语言。他还做了宝马的概念车，这个叫 iVision Circular， 他重新定义了宝马标志型的双肾啊，他重新定义了。还有一辆车，宝马的新七系，去年发布的新七系，就是田园同学做的前期设计，是吧？大家还记得新七系啊？那个他非常非常的强啊。第二位呢，裘真，这个小伙子也很帅啊，他来自于奔驰德国总部啊的外饰设计师，他最有名的作品呢是 EQXX。全球量产续航1000公里的概念车啊，就是实测1000公里的全球风阻系数最低的概念车，就是裘真做的。那么我们的内饰负责人信呢，是前宝马的高级内饰设计师，他的代表作有宝马 J4 的跑车内饰和宝马 X1 的内饰啊。这是一群非常有才华，全部超过10年经验的年轻的团队，来自于全球各大知名车厂啊，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他们在这一款车里面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远超过大家想象。所以呢，我建议呢，先听听他们谈谈他们怎么设计的舒淇这款车。这个项目一波三折，被推翻过3次。我们要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设计，要做一台在未来的经典车型。这2个词听上去是矛盾的。当时出了个这样的跟着直觉走。直觉的美是可以穿过任何屏障和阻碍，直接触达你的心灵。这台车车头很低，有强烈的前倾感。看到这样的运动张力，你本能的就想坐进去，驾驶它，有一个车吹心动的状态。直觉告诉我们，人和机械的交流不应该仅仅通过一块屏幕。最直觉、最自然的交互方式就是通过物理按键。这种真实感也代表了人和车情感上的连接。风阻就是科学，符合风阻最优解的规律，自然界中早就有答案。
我们只是通过科技的手段去翻译它。整个车的轮廓线像水一样，是流动的，有一种外柔内刚的感觉。从自然中吸取灵感，这个激光雷达就像一颗鹅卵石，静静地放在了中间，它是自然态的，没有冲突感，和人之间的情感是产生共鸣的。画图只是刚刚开始，最有挑战的是如何把图纸落地。架构、工艺、材料、交互、人机，几十个部门，上千人的协同，才能把一张纸变成一台实车。科技一直在变，但科学的规律没变，自然的规律没变，人的直觉、人的本性没变。避开流行去做设计，才能够有时间的持续性。这是我们连接未来的桥梁，也是我们去往未来的方向。小米的第一台车，像是在写一封情书。再过100年，小米设计的出发点，肯定还是从人开始，永远都不会变。是不是特别漂亮啊？好，我们看过几位设计师的介绍以后，我希望大家了解了舒淇的设计原则，就是回归设计的本质，寻找符合直觉的美，寻找符合自然的美，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设计。那么，在整个舒淇设计里面，我觉得做得最好，也是我们团队下力气最大的是什么呢？是比例和曲面。一个车好不好看，首先是比例。那么我们这个比例有多好看呢？首先，我们做了3倍的轮轴比，这个车非常的修长；做了2倍的轮高比，这个侧面非常的轻盈低趴；做了1.36倍的宽高比，有了跑车感的姿态。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极致的，在一辆家用轿车上想做到这样的比例，需要设计团队跟工程团队具有非常强的实力，而且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做出这种感觉来。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舒淇像一辆顶级的跑车，因为跑车也往往在追求这么极致的比例。大家听懂了吗？是因为它的比例特别像跑车，所以你觉得特别特别的帅。好，那么我们这辆车呢，不仅仅是为美设计，我们还要提出呢，为功能设计、为驾驶性而设计。这个电动车啊，因为电池特别贵，所以这个我们都需要在整个驾驶过程中怎么降低能耗。那么在日常驾驶中，能耗40%是用来对付风阻的，最高的时候甚至到80%。所以在电车设计里面呢，如何降低风阻就成了头等的大事。甚至有时候啊，大家出了一些很新颖的设计，你第一眼觉得很怪，可能看多了也顺眼了啊，那么都是为了降低风阻。所以在讲风阻之前呢，我先科普一下啊。这是我全场唯一的数学公式啊！别怕，很简单，别怕，别怕。这个风阻呢，它就跟4个参数相关。第一个叫空气密度，就是你开车的时候那个空气密度，这个你决定不了。第二个啊，速度的平方，风阻是速度的平方。第3个叫迎风面积，就是车为什么要做得很低趴，是为了降低迎风面积。所以跑车都做得很低趴，它主要是为了降低迎风面积。第4条叫风阻系数。谈到风阻系数呢，我就再科普一下啊。在自然界里，
你们所见过的东西里面，哪个东西风阻系数最低？雨滴，雨滴，雨滴就是在重力、阻力和风一起刻画的最美的形态。雨滴的风阻系数呢，只有0.05。0.05。这里我再科普一个概念啊，我们风阻系数用的单位叫 count， 一个 count 呢是0.001，雨滴相当于是50个 count， 就是滴下来的50个 count。好，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怎么做出全球最低风阻的车？我们怎么能够降低风阻呢？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就提出说，风是最好的设计师，大自然是最好的设计师，就是你就是要和风一起设计，拼命的去吹风洞，不停的去做测试，和风一起来搞，肯定能做出，最优的形态。所以呢，基于这样的理念呢，我们做了大量细节的设计。比如说，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最优美的溜布造型，28度的 A 柱大倾角，17度的大溜背的这个轮廓线，风能够贴着车顶流过，和车身侧部的侧面的这个气流对冲，来降低车尾负压，能降多少呢？10个 count， 水滴是50个 count 啊，这就能降10个 count。所以为什么电车的轿车都做成溜背，就是为了风阻。第二点，好，车身的曲线呢，我们原来做的 G3， 后来我们经过大量的测试以后，发现改成 G4 以后，能够降1个 count。可是人也是分辨不出来 G3 跟 G4 曲率的，但是风知道，就改了那么一点点，降低了1个 count。还有，我们现在都改了，这叫无边后视镜，因为这个后视镜啊，这个风阻特别大。当然，今天主要在国内不能使用流媒体后视镜啊，现在国标还不太允许。好，那么我们要做后视镜的时候，我们把它改成了无边框的后视镜，将迎风面积减少20%，而且做成了水滴状，也做成了这种雨滴状。好处是什么呢？降2个 count。我觉得我们这次做的最漂亮的是什么呢？他们说我的最爱就是极光雷达。以前我看所有的车，只要头顶顶个极光雷达都很难看。为了把这个极光雷达做好，我们专门跟极光雷达的供应商一起设计了整个极光雷达的结构，把极光雷达的结构跟车的结构是一起设计的，做成了一个鹅卵石状，然后和车顶浑然一体。我们真的花了巨大代价，最后呢降了2毫米的高度，降了4个 count。我们做了大量的这种改进以后，各位，那么我们做到了什么样惊艳的风阻系数呢？那么全球最佳的风阻系数啊，在车辆里面就做到0.2，就算是顶级的了，最好的0.2。那么这一次小米汽车的苏7做到了0.195，这是全球量产车中最低的风阻。这意味着极低的能耗和极其出色的续航表现。那么，我们呢，在重庆中国汽研的风洞中心呢，做了大量的实测。然后呢，这里呢也跟大家放一段实测的视频。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表现啊，非常惊人的表现。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的团队先建立了数字模型，然后在数字模型里面做了超过1000次的仿真实验，接着做成游离模型。我们的游离模型改了300次以上，在1000天里面，然后再在风洞里做大量的实验。其实做游离模型的这个周期比想象的长不少。我们初期呢还是用的外包商的，后来我们自建了自己的游离实验室，花几千万引进了全球最先进的洗消设备，然后1天就能做完，大幅度的提高了我们修改的速度，每天迭代。就是这样，我们花了巨大的精力在寻找风阻的最优解。我有一次跟我们团队闲聊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工作量跟他们以前在国际大厂比，相当于3.5倍。所以我们的团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做出这样惊艳的作品的。同时，这辆苏七还有极其出色的空气动力学的设计，它有8组风道、17个真风口，然后贯穿整个车身。可能很多朋友们不太了解啊，这前面都是出风口。好，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帅的电动尾翼，在急速行驶的时候能够提供130公斤的下压力，让整个汽车在高速行驶时获得更好的抓地力啊，抓地力。那么一辆车啊，要想真正做好，成为未来的经典，它还必须拥有家族设计的特征。那么哪一些呢？是小米在苏七里面做的最惊艳的一些地方呢？第一个叫水滴大灯，大家仔细看，它是一个水滴状的。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这是因为风阻系数象征着极速。更重要的是，这里面的这个日间行车灯跟远光灯、近光灯合在一起，是不是个米字啊？可能大家以前没仔细看，它其实亮起来就是个米字。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形成小米自己的家族设计特征，所以他们叫米字大灯啊。第二点呢是光环尾灯，由420个 LED 形成，一层一层的光线过去的，在晚上的车流里面肯定是最耀眼的明星。好，第三个啊，也是大家呢夸的比较多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能包上，我们做了一条微微的小折线，就像涟漪水面即将消失的那一刻，我们叫175度的涟漪曲面，然后这种独特的特征线，让整个车身优雅圆润，同时蕴含了力量感，所以使它的变得动力十足。这个叫175度涟漪曲面。那么还有一个小设计，我们做了半隐藏式门把手，这是在网上泄密以后最被好评的。因为这段时间不知道谁引起的，也可能是特斯拉引起的，用的隐藏式的门把手，在冬天呢经常被冻上打不开。那我为什么要做半隐藏的门把手啊？说实话啊，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因为门把手被冻上，是因为洗车的时候经常洗不到，所以我借别人的这个凡是隐藏式的门把手，那个车只要一上车的时候，那门把手里面都有灰，哎呀，让我觉得难受的不行，因为它很难洗到。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了这种符合直觉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接着我们再说车的颜色啊，颜色对车来说呢是很重要的，因为车的形面很大，尤其在不同的光线的折射下呢，颜色都是特别丰富的。所以呢，我们决定呢在大自然中寻找最美的颜色。首先，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款颜色呢叫海湾蓝。这是一款有生命感的颜色，它取自于海平面下面的60米的颜色。海的颜色是极其丰富的，然后呢，在海平面下60米呢，这里的海水最纯净，
颜色刚好从绿到蓝的临界点，所以它是绿和蓝之间的临界点，然后这就是呢形成了我们苏漆的海湾蓝的颜色。所以这种颜色是特别特别漂亮的。开着苏漆出去，其实从清晨到黄昏，在不同强度的阳光照射下，整个海湾蓝会绽放出千变万化的色彩。所以在每一种光线下，它的颜色都略有不同，它的层次是极度丰富的。好，我再让大家看2张实拍图啊。一张呢是在山顶的，是吧？好看吧？还有一张呢是在，他们说是在香格里拉的纳帕海。所以整个在不同的光线、不同的环境下，整个车特别特别的漂亮。那么第2款颜色呢，我跟大家介绍的是一款非常高级的灰，这是来自于雅丹地貌中的灰色的岩层，经过数百年的自然的力量啊，形成了沉稳的灰。它的灰度呢是75%，既不过于明亮，也不过于沉闷，有一种宁静和平衡的美。那我们换个角度再看看啊，是吧？这种灰挺好看的啊。因为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我发现50%车都是白色，我觉得这个白色太无趣了，所以我说我们的苏漆能不能不做白色，做点高级的、有趣的颜色，让生活变得更有意思。所以呢，我们反复的设计，我们就把它改成了雅灰啊。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实拍图，好看吧？好，我们把2个颜色摆在一起。好，摆在一起，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个海湾蓝属于什么颜色？属于高饱和度色。这个雅灰属于低饱和度色。高饱和度色呢，这个一般呢只有跑车才用。为什么？是因为这么高饱和度，想在外面晒20年不变色，各位想一想这有多难啊！所以这种颜色做起来特别特别贵。一般的家用车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做这么艳的颜色的，而且一般的年轻人呢，总觉得开这么炸的颜色，总觉得有压力，是吧？但是我相信我们小米的用户不会的，所以我就决定呢，把这些最贵的、最好的工艺都用在苏漆上，我就设计了海湾蓝。很多人问，这么好看的颜色要不要加钱？因为你们知道保时捷那个颜色加钱可是很恐怖的啊。法拉利就更恐怖了啊！有一次我们一个同事觉得有一部法拉利那个颜色特别好看，一问加40万。后来说，哎呀，算了，不买了。不是法拉利买不起，是这个颜色买不起。好，那么雅灰呢是一个低饱和度颜色，也是最近呢大家都觉得比较时尚、比较高级，所以呢最近也特别特别流行这个低饱和度色。我们就在每个色系里面找了一个颜色，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呢在傍晚的阳光下的色彩，也挺漂亮的。那么除了这2种颜色呢，我们还精心的准备了一款金属漆的橄榄绿，在绿中带一丝金黄，表面加了一些珠光粉。在沉稳中带着张力啊，这个我们在实际调研的时候，很多人也特别特别喜欢这种颜色啊。在平稳中、沉稳中有张力，这种颜色也更容易展示我们苏漆的曲线美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实车，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因为它有金属漆、金属粉在里面，还有这个最好看的这个放在高原上拍的。包括，这个侧后方，这个角度是苏漆最好看的角度。其实我每次看到苏漆，我都特别想开上这辆车，走遍大江南北。我想这一定是个很爽很爽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实在是太忙了。
然后我的同事们呢帮我完成了这个愿望，开着它去了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然后还给我们大家拍了一段跑山跑海的视频，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真的特别的帅，所以原来因为为了保密，所以呢我们拍的这个户外的视频特别少。今天呢我们借这个技术发布会把外观发布以后就可以拍更多更好看的视频啊。好，我们再看看内饰设计啊，很多人都很关心这辆车的内饰设计。它有环绕式的座舱设计，它的型面饱满柔和，给人非常温暖的乘坐感。而且的话呢，它有悬浮的仪表台，集成的出风口，让乘员舱的空间呢足够大。还有一点呢，这个车的话呢，为了做的特别通透，它的玻璃面积有5.35米，所以呢，整个车内的面积呢，显得特别空间大，特别透啊。聊到这里，可能很多人担心夏天特别晒啊。其实这一点我们在第一天设计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所以我们做了全行业最顶级的防晒处理。顶层天幕呢，用了双层镀银工艺，隔离紫外线呢99.9，红外线呢99.1。其实除了这以外啊，前风挡是最晒的地方。我们前风挡甚至用了3层镀银技术，紫外线的隔离率呢也是99.5，红外线的隔离率呢也是97.6。所以等我们正式发布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个评测报告，它是今天这些车里面防晒性能最好的之一啊。然后座舱系统的话，拥有5屏联动的系统啊，我就不展开介绍了。还有呢，特斯拉带动了整个电动车设计的风潮，就是把所有按键去掉。但是我在试开了很多车以后呢，我觉得不方便，特别那些常用键都放到屏幕上的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选的时候，说实话特别的不方便。所以呢，我还是坚持保留了几个常用键，因为这样会更安心、更好用。大家同意吗？那么我保留了哪几个键呢？那大家看一下，我保留了空调温度调节、空调的这个风量调节，大家同意吗？我还加了2个键，不常用的。第一个键我加了电动尾翼调节、空气悬架调节，我加了2个键。各位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一个朋友买了一辆100万豪车，来跟我炫耀，给我演示电动尾翼升起，折腾了10分钟也不知道怎么开启。后来我在想，我的这个车一定要一键按下去就能给朋友演示。你想我买了这么帅的苏七，还不嘚瑟一下吗？那看我们怎么嘚瑟啊！一按下去，就升起来了，还分好几档啊，可以吧？专门用来给朋友演示用的啊。
那也可以演示一下我们的空气弹簧可以升降的，这都是100万豪车的配置啊。好，放这么一个长运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地下车库坡道比较大，容易蹭底。你把这个空簧升起来，下地库也还是蛮实用的。同时，我也知道啊，我们的中控大屏也支持物理键盘的拓展，这对键盘党来说、机械党来说特别实用的功能。那么我们的方向盘呢，用了3幅 D 型的运动方向盘啊，是非常经典的运动方向盘，363毫米的直径啊。座椅的话呢是运动风格的座椅，有通风加热的功能。同时呢，我们根据中国人的人体特征，把腰托的高度升高到135毫米，这样的话使腰部、肩部、坐垫都有很良好的支撑。因为我们买国外那些豪车的时候，他们是根据外国人的人体特征来设计的，我们把这个升高了，所以开起来会更舒服。同时，我们把坐垫也改成了3明治结构的坐垫，我们在坐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上层呢，我们用的3D Mesh 的网状支撑材料，有10毫米厚，它的触感很柔软，而且有很好的通风性。中层呢，我们用了15毫米厚的记忆海绵，当你短途乘坐的时候特别舒服。好，下层我们用了高密度的 PU， 能够承受每立方米75公斤的压力，它有很好的回弹性，特别适合长途乘坐。所以我们在坐垫上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这是在同档同期的车里面啊唯一这么做的。而且的话呢，我们的座椅呢也用了全立面的纳帕小牛皮，而且非常柔韧舒适啊。在内饰颜色呢，我们提供了3种，银河灰就这种的，第2种呢叫暮光红，第3种呢曜石黑。所以我们也提供了3种选择，而且都精心做了一些缝线，使整车呢在很沉稳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活力和运动感。我们甚至全车的内饰都通过了国际1级认证，这个认证达到了婴幼儿皮肤能够直接触碰的这个标准啊。这个主要是我们觉得是吧，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在车里，所以呢我们特别重视环保。车里呢还有环绕贯穿式的动感氛围灯，也增加了很多的豪华性。另外呢，我们也配备了顶级的豪华音响，一共有多少个扬声器呢？23扬再加2个头枕扬声器，全车有25个扬声器，然后支持7.1.4的声道，然后这是100万级的豪华车的音响，而且支持杜比全景声。所以我们的内饰的话呢，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豪华感很足，配置也非常的强。可能还有很多人问呢，空间，说你跑车姿态，其实这是我在设计的时候跟他们经常讲到的一句话。我说我们这辆车要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要看起来很小、很精致、很好开，但是打开以后空间要大。所以呢，我们看起来跑车姿态，但是打开以后是 C 级大空间。所以呢，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选的假人的这个模型的高度是1.88米，像我都只有1.81是1.88米的这个假人模型。我们前排纵向空间达到了1012毫米，就是1米多。然后身高1.88的这个假人模型有充足的头部空间，绝对不会感到任何压抑，所以开起来很好开。那么放到第2排，这个假人模型头部有余量，膝部超过玉泉，它的空间感受呢是超过 Model S， 也超过宝马5系的。所以我们一直在选择怎么在外观设计与空间的实用性上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而且我们整车后备箱很大，571升，而且进深呢有1.13米，如果放下后排能达到2米。好，这么大的后备箱能干啥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2-3个人出行，能够放得下一个28寸大的行李箱，2个20寸的登机箱，再加2个背包，所以2-3个人出行足够，还能放下整套的露营装备，而且还能放下整个乐队的装备，所以这个空间是特别特别大的。我觉得对于电动车来说，更难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有很大的前备箱，这是国内纯电车里最大的前备箱，105升。好，这么大的前备箱用来干嘛用呢？他们说主要装钓鱼设备，还有，是吧？你出去买了海鲜，你外卖的一个食物，然后你钓的活鱼，这个避免串味。如果你放到后备箱里，跟成员箱是串味的，所以前备箱呢，主要是专门存这些有味道的东西，特别方便。或者你要给朋友，拿点东西存在前备箱，你只给他前备箱的密码，他就开前备箱，就很方便啊。好，聊到这里的话，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啊，其实不是所有的纯电车都有前备箱的。很多纯电车是油改电的，它的平台是油车，它把那个以前的装，是吧？发动机啊、变速箱的地方，是吧？空着，在上面给你盖个塑料板，因为它的平台不支持，它不是纯电平台。小米呢是正向研发的非常先进的纯电平台，才能做到这么大的前备箱。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用了18合1的三角梁，我们把那些零件全部合在一起，做到一个三角梁，并且把空调箱什么都挂在那个三角梁上。还有，我们把那个前面的散热箱也斜置，把足够大的空间全部腾给了前备箱。所以，我在这里教大家一句，就是前备箱越大，其实这个水平是越高的，这个设计水平越高。好，这就是我们精心为大家设计的小米SU7的内饰和空间。那么整辆车做完以后呢，我们差不多请几千人看过了，我们请过300-400位供应链的合作伙伴，请过500位以上的媒体朋友，还请过是吧300-400位的渠道合作伙伴，还请了很多行业专家指点。我们为什么这么认真呢？因为我们这辆车投入超过了100多亿，而且我们聚焦在这一辆车上，所以这辆车必须成。在这个需要万无一失的时候呢，我们请了非常多的专家来指点。在这里呢，我也诚挚地对这些提过意见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啊，谢谢大家。我们还请了很多国外的专家来点评过我们的车，来给过我们很多很多的设计意见。我这里介绍一位，就是设计大师Chris Bangle。Chris Bangle 的话呢，可能大家不了解啊，他是全球最知名的10大设计师之一啊，汽车。他以前在宝马做设计副总裁，干了17、18年吧。他设计了最出名的天使眼和火焰曲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而且优秀的设计师啊。这个我们邀请他呢给我们指点一下。然后呢，有一段视频呢是他看我们的整车试驾我们整车的一个评价的视频，大家一起看一下。How the car relates to us in our lives. Will it stay like that? There's literally no rules. Accomplished, did I say that? Wait a minute. How the hell is this a Xiaomi product? Is this the Xiaomi I knew 5 years ago? We're gonna look at cars. How cool is that? This is it? Wow, cool color. Just looking at the proportions on the car. Very balanced car. This is a model you guys made? This is production car. That's really nice. May I? Really nice interior. Super impact.
Where my eye wants to take this thing is to make a long tail out of it. This comes down to about here. This line here and this line here. There's a ton of radius on that thing, but you don't see it. And guys, you can be very proud of this car. It's a really excellent design. It's not over-designed. Four years ago, I think I was in a Xiaomi store and I looked at all the products. And the products are uniformly super geometric, super clean, ultra simple, non-emotional in that sense. But cars are emotional. I see this vehicle for Xiaomi as being an emotional entry point. It's kind of crux point in there. How you perceive things impacts you. Space, light, hearing, touch. It looks drivable. It looks like a driver's car. We'll find out when we drive it. Go for it. Oh, it has that EV rocket effect about it, which evokes well-establish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dream of commanding the horse and the driving pleasure. What was the word? What's your mind? That's my word for the day. That was fun. My first reaction was, I think it fits the Xiaomi world where they're going. We're trying to get into a world automobile market and prove our competency in making a vehicle. It's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Your unknown, to me, is future auto. Your greater unknown is humanity and tech. Do you 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s and people has changed because of this new era of EV? That's a good question. The new Xiaomi experience is going to get you out of the machine age. The future of humanity is engaging people. I hope they can use some of the challenge aspects that I've learned over time to rise above the game as they see it. You know, this is the right start. Okay, what's next?班哥先生的话呢，试驾我们的车以后评价特别高，见到我以后呢，特别的激动。他说呢，这个设计完成度非常高，而且呢，没有一般电车设计的肥厚感。可能很多车的渲染图很好看啊，各位可以去他们的专卖店去看一下的时候，电车设计的很多车都很肥厚啊。而且第二个呢，这个车非常好开，驾驶性十足。而且这辆车呢，他觉得对小米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他本人呢非常激动，我当时呢就邀请他呢做小米汽车的设计顾问，他就很欣喜地接受了。我也希望班克先生呢未来为小米汽车的设计呢提供更多的灵感和创意。好，聊到这里的话呢。性能，我觉得巅峰性能、极致的驾驶体验是我们造车的原点。我觉得速度呢不仅仅是一样参数，而是一种信仰。我希望的话呢，每一个人坐到我们的苏七里，轰动踏板的那一刻，都能感受到灵魂的共振。所以呢，我们在这辆车的性能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首先，我们支持双电机全能驱动，我们的最大的马力呢到了673匹，838牛米。那么这样的马力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4升的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的跑车。所以它的0-100就是从0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它的性能是极为恐怖的。好，像这么一辆车，它的0-100表现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2.78秒。下面呢是 Taycan Turbo 的那个性能。Taycan Turbo 呢是150万的车啊，这个它的性能是极为夸张的。而且除了0百以外啊，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很多友商在介绍车的性能的时候，基本不谈最高时速，因为你要保证极好的0百，再保证最高时速的时候是很困难的，这个很难得兼。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苏7啊，它的最高时速到了265公里每小时，是吧？也超过了Taycan，也超过了 Model S， 所以它的性能极为出色。而且呢，在中后段加速的时候呢，还能体现更为强大的实力。比如说，从0到200，它只有10.67秒，0到200。Taycan Turbo 呢是11.05秒，几乎在所有的这些比赛里面，小米苏7都能全面领先。就包括大家经常比的80到120、120到160、0到400的直线冲刺，所以这辆车呢，应该是全面碾压了Taycan Turbo吧。在性能上说的谦虚一点啊。这是一款驾驶性能极其强大的、堪比跑车的一辆车啊！这个车非常非常强，而且它还特别好开。它的转弯半径呢只有5.7米，3车道呢一把过，所以呢开起来也特别特别的灵巧。而且对驾驶爱好者来说呢，我们还支持无限自由度的自定义驾驶模式。我们可以改加速、转向、悬架等10几项可调节。最多的项有100个档位，组合起来有16.8亿种驾驶模式，你可以体验到是吧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如果你觉得你调得特别好，还可以上传测区跟大家分享啊。所以呢，它是无限自由度的。当然，它还有跑车最经典的 Boost 模式，是吧？一按下去，就像加氮气一样，能够20秒的这个超额扭矩输出，血脉奔张啊，是吧？大家知道这个功能吧？就经常看那个赛车的那些游戏的时候，这是 Boost 的键。还有一个键，还有一个模式叫弹射起步。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整个车能够像弹出去一样，叫弹射起步。所以呢，有非常多极为出色的驾驶体验。那么，同时我要跟大家说呢，这辆车不仅跑得快，还能刹得住。它从100公里到0只有33.3米，就是一脚地板刹踩下去，别动摇，车不会晃，就是33米停下来。所以我也是这些年坐车以后，才试过了，是吧？地板刹、地板油门。一脚踩到底，然后我们还专门有个训练，就专门停到锥筒前面，要停到正好。所以呢，在这里的话，你要对你的车有非常大的信心，而且你的车也要特别好。所以这些成绩呢，都是媲美Taycan的。
那么这么出色的驾驶表现啊，源于小米智能底盘的软硬件的实力。我们呢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CDC 减震器加空气弹簧等一系列强大的硬件，是小米SU7的性能的基础。那么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的刹车系统非常强大，我们有布雷伯的4活塞固定卡钳，就是大家在轮子里面看到的那个黄色的卡钳，很帅的啊。这个还有博世的 DPB 智能解耦的智能系统。这个制动系统呢也是全球首发，还有博世的 ESP10.0 的车身稳定系统。好，有了这么一系列的强大的硬件基础，我们对于刹车系统还有4重冗余，是吧？假如你的踏板失效了，你可以长按 P 键刹车。如果这个也失效了，还有 DPB 和 ESP 双重冗余刹车。如果这2个又失效了，还有机械液压刹车，如果实在不行，还有电机的动能回收，它给你反向转来制动。所以呢，这辆车呢提供了强大的4重冗余设计。我们的话呢，也自研了这个底盘的控制算法，具备了全维感知和全局协同控制的能力。那么我举几个场景啊。第一个，我们有路面自适应，就是别的车上讲的魔毯功能啊。它能提前最远看到150米，能够看到减速带或者路面湿滑，能够比较早的提前做出判断。这样的话呢，能够穿越这个颠簸的路面啊，如履平地啊。还有弯道姿态的自适应。就是当你急剧转弯，然后激烈启停的时候，始终保持车辆的平衡，既不会抬头，也不会甩尾。它的高速过弯呢是又快又稳。还有空气动力的自适应，就是根据你的车速，它能调尾翼，它能调主动进气格栅，它能调空簧，来根据你的车的速度。来给你提供不同的下压力，使车呢有更极限的表现。还有一个配置呢，那体验感特别强，叫主动侧翼支撑。就是当你转弯的时候，座椅呢会主动充气，提供你的身体侧倾的反向支撑力。就是你转弯的时候，这个座椅会抱着你，所以这个体验特别好。这是像大 G 啊、迈巴赫的豪华配置啊。所以大家试驾的时候可以体验一下，尤其是在你急速过弯的时候，这种体验感特别好。好，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它的性能有多么，是吧？有多么厉害！2.78秒的0-100的能力，265公里每小时的最高时速，是吧？除这以外，还有这个自定义的无限自由度的驾驶模式。步式的模式、弹射起步，还有小米的智能底盘，100到0的自动33.3米，有固定卡钳，有博世的 DPB， 有博世的 ESP， 所以整套系统呢非常非常的强大。好，我们再看一眼啊，它跟 Taycan 比，跟 Model S 比，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常见的3个指标：0-100最高时速。最大功率，我相信大家可能对SU7是一辆什么样水平的车，大家有了认知吧？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叫9万9了，这不可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续航。好，续航的话呢，我们搭载了101度电。这个电池呢，是我们跟宁德时代做的麒麟电池，3元锂的电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认知啊？因为电池特别贵，特别贵。只要是100度电、3元锂、宁德时代，这3个叠在一起，就意味着10几万的成本。10几万的成本。
只要能用得起这样电池包的车，均价都在40万以上，好吗？所以说14.9万的人也不用再讲了，好吗？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是吧？科技啊。好，像这样的车的话呢，能够做到800公里续航。哎呀，大家说800公里续航，人家都1000多公里啊。800公里续航，大家看啊，在4能驱动情况下，它是中国市场表现最好的四驱车。因为当你动力很强的时候，还要跑800公里。这辆车是既跑得快、续航又强、长得又漂亮的车。这是360度无死角的一辆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跟Taycan比，Taycan只有527公里啊，我们看到了800公里续航。尤其是在这样的动力的情况下，因为动力越快，它还是会耗电啊，所以做到了800公里续航。那么快充，5分钟220公里，15分钟510公里，我想足够了吧？冬季续航反正都是最强啊，我就不重复了。所以我们还总结吗？不总结了吧。反正这个电池和充电技术都是今天行业最领先的之一啊。但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我想重点讲的叫整车安全，好吗？这是大家最关心的。说小米第一次做车，我们非常非常认真对安全。安全无小事，安全高于一切。我们选择了最严苛的标准来设计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内部设计标准是全部覆盖3大标准的。第一个标准叫 CNCAP， 是中国的国标。我们选择的标准是2024版的，明年7月1号才正式开始实施的。这个标准比现在正在用的2021要高很多。我们是用的未来的标准啊，我们不因为我们的车明年上半年上市，我们就用低的标准设计的，我们都是用的最严苛的。第二个，我们用的是2023版的欧洲的标准 ，ENCAP 也是5星级最高标准，而且我们也用了中保研3项全 G 加的优秀安全标准。换一句话就是说，我们选的这个世界上全部是最严苛、最高的标准来设计我们的产品的。那么安全呢分4项，叫被动安全、主动安全、电池安全和隐私安全。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被动安全。被动安全的话呢，我们采用了铠甲笼式车身啊，钢铝混合车身。那么高强度钢和铝的占比超过了90%。这个高强度钢达到了什么程度呢？2000兆帕，就是到了潜艇用钢的这个强度水平啊。好，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我们先说那个前重梁，用了大量的高强钢和加强板。我们是在仿真实验里面逐个找弱的点，逐个加强，甚至在前重梁和车身衔接部。我们都用到了2000兆帕这个衔接点，我们是对整个做了很多次仿真实验，找到相对弱的点去强化的。所以呢，这个整个前重梁呢非常强。三角梁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体化压铸铝啊，在碰撞的时候，它能把力量正向冲击力向两侧转移，同时提高了整个车身的流转刚度。第3点呢是门槛梁，你看这个门槛梁呢是超宽的蜂窝那个挤出铝的门槛梁，这个门槛梁非常非常宽。同时呢，这中间加了4根高强度的横梁，每一根都做到了2000兆帕的强度。这个结构把电池包和成员舱包裹在中间，这个能够确保这个成员舱和电池包的安全。它的横向抗冲击力能撞了多少度？能撞到83吨，它能扛83吨的撞击。所以呢，整个车的那个侧撞的性能特别的出色。那么后地板的话呢，我们采用了
采用了一体化的大压铸的厚地板，这个也进一步的提高了强度。也就是说，这个车身的4大的核心结构件——前纵梁、三角梁、门槛梁、厚地板，我们全部得以强化，所以我们整车的强度特别高。可能谈到强度呢，各家车厂用的最多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部分性代表强度，叫什么呢？叫整车扭转刚度。那么在燃油车的时代里面有公路坦克之称的福特猛禽 F150，它的扭转刚度是多少呢？26500，就号称公路坦克今天进入智能电动车的时代各家都在卷这个扭转刚度。这个我们的车呢，也希望成为新一代的公路坦克这个我们的车做到了今天量产这里肯定是世界第一了，量产车世界第一多少呢？51000，可以吧？作为这样的一辆轿车，扭转刚度51000，各位想一想，有多猛啊！所以我说，绝对会成为新一代的公路坦克好，安全性上呢，我们配备了7个安全气囊，我们还有远端安全气囊，有2个侧气囊。这个气囊呢，长度达到2.04米，而且能够有效的保护前排、2排的侧部碰撞。在这里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内部的碰撞测试标准多达40项，覆盖了CNCAP 中保研所有碰撞标准，是全覆盖的这个在这么多碰撞标准里面，我们内部标准甚至比这些标准更加严苛。我来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标准：正碰、侧碰、柱碰，那每一个标准我们都比 CNCAP 要高不少。那大家今天卷的最多的可能大家听到最多的还有个后碰，就是追尾碰撞。追尾碰撞呢，国标呢用的是50公里每小时，美国标准是最严苛的80公里每小时，小米内部标准是90公里每小时加70%偏置碰撞，这是全世界最严苛的后碰标准。所以小米就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做安全的。好，在主动安全领域呢，我们标配了16项的主动安全的配置，提供了前后左右360度的安全防护，就是16项主动安全配置。我们的设计目标是什么呢？是前向紧急制动，每30万公里不出现一次的误触发。我们自研了仿真验证系统，全链路无损，还自建了中国特色的超大规模的场景库，覆盖了国内大多数的道路场景，使确保验证效率提高了200倍。就是我们内部做了一整套仿真系统来提高验证效率。同时呢，我们还做了4D 的时空标注，就是我们识别场景里面所有的物体，同时标注速度跟加速度，我们就能预测车辆和行人未来的行动轨迹。而且，我们针对国内常发的2轮车的事故，进行专项的逐一优化，每一个场景我们都做了优化。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保证在这样的场景下也有很好的安全表现。比如一个夜间2轮车横穿路口，有时候人还没有看到的时候，车已经看到了，自动刹停了。所以这些呢，我们做的都特别特别细了。那电池安全大家知道我们除了和宁德时代一起做了麒麟电池之外，而且我们和宁德时代还一起做了整个倒置电芯技术。这样的话呢，使安全系数得以进一步的提升。还有隐私安全，隐私安全是一个科技公司应该我们最强的地方。我们提供了全域的安全保护，从底层到应用层，从单设备到跨端。我们还设计了多账号系统，账号专人专用，数据呢是隔离的，
就算你的车辆送修，维修人员也无法调用你的隐私数据。而且，这个跨端传输的时候，我们还能做到端到端的也都是加密的。所以呢，我们是全链条，每个地方都做了安全隐私保护。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啊，在4大安全领域里面，我们全部采用了最严苛的安全标准。这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小米SU7。我们一起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一起来再看一遍。首先，是一辆 C 级的大空间的车，高性能生态科技轿车。这辆车不仅很漂亮，它的风阻系数做到了全球最低。还有，它的性能也非常的恐怖，直接媲美了100万级的跑车，2.78秒的0-100，265公里的最高时速。然后它的电池包的话呢，101度电，这个续航呢800公里，这个871伏的高压，而且冬季续航的水平保持率特别高。整车安全的话呢，流转刚度达到了51000牛米每度。那智能座舱呢就更强了，是吧？它有澎湃 OS， 有骁龙8295的座舱芯片，有人车家的全生态。那么在小米的自驾系统里面，这个它全自研的驾驶算法，然后有偶刃差2颗，有一体化的极光雷达。这就是我们今天小米SU7的所有参数，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好吗？等我们正式发布会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介绍。我相信啊，小米SU7的定价确实有点贵，但一定让大家觉得贵得有道理，同时也一定会在体验上超出大家预期的。我们再耐心的等几个月，好不好？好，那么小米SU7有2个版本，它的标准版也很强大。虽然车圈没有标准版，我们还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标准版，它的能力也很强大，我就不详细介绍了。这就是我们的车，大家觉得我们的科技跨越、人车合一怎么样？所以我们通过科技成生态，实现了驾驶者和乘坐者人车合一的完美体验啊！其实这个海湾蓝还是挺好看的。那么，因为大家还要再等几个月，我们小米14配合小米汽车做了限量定制色。来，大家看一下，漂亮吗？想买小米汽车可以先买部小米14啊。还有我们的小米手表3也很漂亮。小米手表3也做了一个限量定制色，很帅的，当然我戴的不是啊，很漂亮。我们为橄榄绿也做了一套。这个定价呢，那跟以前完全一样啊，跟小米14和那个手表3的定价完全一样。那个现在呢，在小米官网已经开放销售啊。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可以前往小米商城选购啊。好，同时呢，很多人特别关心我们小米汽车的进展，我们也开通了小米汽车的公众号。如果大家关注小米汽车的公众号，我们每小时送1部小米14的限量定制版，好不好？这样大家幸运者就可以不花钱买一部小米14的定制版了，好吗？要不大家可以现在掏出手机关注一下，说不定你的运气挺好的。好，
那么到这里，大家想不想看一下实车？好，大家等一下，我们发布会结束以后呢，我们在1楼准备了一个巨大的展厅，有实车，也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技术的展示。欢迎大家发布会结束以后呢，无论如何留下来到我们展厅里看一眼。然后我在舞台上呢也准备了2辆车，我们一起掌声来欢迎我们小米SU7。这就是我们小米SU7海湾蓝，大家看到他们怎么上来了吗？他们是由我们小米 Pilot 无人驾驶开上来的啊。还有这边是我们的雅辉，好看吗？所以我们的车是非常的低趴，非常的流畅，整个车圆润又有极强的张力，运动感十足，特别的漂亮。所以我诚挚邀请大家，发布会结束以后，无论如何到我们的展厅看一眼。发布会讲到这里啊，说实话，我还有不少心里话，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几句，要不大家再等一会儿。在过去的1003天里，我经常想起2021年3月30日那个晚上，我们正式宣布了造车。其实那几天我感冒特别严重，嗓子沙哑，在上台前我连讲话都非常的费劲。其实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完成1晚上的演讲，但现场米粉的情绪极度的昂扬，也极大的鼓舞了我。当时我特别激动，我就脱口而出说，我愿意押上我全部的声誉，去完成我人生中最后一次创业项目，为小米汽车而战。那天晚上，当我走下舞台的时候，我的心情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因为之前我投资过几家新势力，也投资过不少跟车相关的公司，我知道造车真的是太难了。当我决定亲自下场的时候，一眼望过去，全是太多的未知与不确定。但开工没有回头箭，100年赛道漫漫征程。从那一刻，对我们小米来说，
正式拉开了序幕。那天晚上的发布会呢，非常的成功，在非常短的时间，我们就收到了超过2万份简历。在非常短的时间呢，我们汇聚了非常多汽车行业的精英，就包括像李田园这样的人。他们每个人一上来就问我，说我们小米汽车的行谱怎么规划？我说啥叫行谱？你们知道行谱吗？大家告诉我，其实就是产品规划和布局。因为车厂呢喜欢做平台，特别喜欢用一个平台做一堆的车，就是覆盖不同的人群，覆盖不同的价格位。你进一个展厅，好几十辆车，主打一个总有一款适合你。还教了我一句话，叫多生孩子好打架。但是我的想法呢，非常的不一样。我说我们不需要做这么一堆的产品，我们能不能先聚焦做好一款产品？而且我不想要一款普通的平庸的车。我说我们要一辆什么样的车呢？我们要一辆可以媲美保时捷、媲美特斯拉的 Dream Car。所以从那一刻起，我们就舍弃了所有的捷径，选择了一条最远也是最难的路，就是从底层核心技术做起，不急不躁，10倍投入，认认真真做一辆好车。而且我们有足够的耐心，要用15年到20年的奋斗，一点点把这件事情做成。所以谈到这里的话，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觉得小米汽车对我们小米集团来说，是从手机行业向汽车行业的重大跨越，更是人车家全生态完整闭环的关键跨越。小米汽车就是我们小米集团全新的开始。我相信，终有一天，全球的每条路上都有我们小米汽车驰骋的身影。再过3天，2023年就要过去了。回想过去这1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非常多的感慨。前几天，我在北京的街头走过，清晨的阳光照在路边的残雪上，有点冷，空气冷得那么干净。偶尔停下脚步，看着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车流，仔细一看呢，绝大部分车都是一个人独自开车的身影。看着这些身影，我不由得想，他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为什么事情高兴，又会为什么事情烦恼？马上就是新的1年，他们在新的1年里又有什么样的憧憬呢？看着这些一闪而过的身影，我突然的有了一丝的冲动，我想为这些陌生人加油。我甚至还想跟他们说，这1年真的辛苦了。你的辛苦或许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值得好好的感谢一下自己，奖励一下自己。这些行色匆匆的身影，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脊梁。在那一刻，我在想，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无论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少宏大的叙事，无论你有多少责任与担当，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奔涌澎湃的梦，都有一个自由无垠的向往。
我想，我们小米造车，我可以为这些驾驶者造一辆好车，造一辆承载所有向往的梦想之车。我希望这辆车能成为你最默契的伙伴，永远与你心意一致，陪你去往任何你所向往的地方。既能在吐鲁番的戈壁上巡行，也能在纽北的赛道上驰骋；既能陪你徜徉在海边的椰林大道，也能陪你自由穿梭于繁华的都市街头。我希望每一脚的油门，每一次的过弯，每一下的刹车，都能让你享受到人车合一的掌控感。我希望在这辆车里，你感觉到的不仅仅是舒适，还有难得的自在和放松。无论是稍事休息，还是晚上下班回家前，你都愿意在车里再待一会儿。这辆车要让你拥有对生活全部的掌控，因为只有确定的掌控，才给了我们内心真正的自由。今天在过来的路上，我看到午后的阳光照进来来往往的车窗，为这些驾驶者的身影勾勒出金色的轮廓。在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你们，在过去这些年里面跨越了一道又一道的关口。我看见了你，坚定而自信，从这个冬天开始迈向了全新的时代。无论这个冬天有多冷，风有多大，你的车里，你的心里都是温暖的，你的脚步，你的车能都一样的稳健有力。我想跟你说，为奋进者加油，与时代精英同行。小米的第一辆车小米苏7，就是为这些梦想路上的驾驶者而造的。自信人生永远宽广，不断向前的成就，就是对人生最好的奖励。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邀请大家到我们的展厅去看一看，谢谢。